我因為慶祝進球被出示黃牌，到現在我也不明白原因。而另一邊只是走了一個執行不當的程序，最終毫無意義。我不願意在這樣的情境中成為焦點，尤其是在一場重要的勝利之後，頭條本應該屬於皇家馬德里，但有些話我必須說出來。朋友們，今天的比賽差點打起來了，差點罢賽。皇馬在客場雖然贏了本菲卡，但比賽中維尼修斯竟然疑似遭遇了對方球員的種族歧視，比賽一度陷入中斷，維尼修斯和皇馬球員一度差點罷賽。再聯想到對面的主教練是皇馬過去的主帥穆里尼奧，那 buff 就更加拉滿了。魔獵鳥穆里尼奧也果然被紅牌罰下。好，具體怎麼回事，咱們娓娓道來。先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也感謝您點一個訂閱，關注老 K， 世界足壇新聞盡在掌握，謝謝。今天皇馬這場比賽差點打起來了。下半場維尼修斯在進球以後和對手球員產生口角，投訴自己遭遇了種族歧視，比賽為此一度中斷。而且比賽恢復後对方的主教練穆里尼奧不滿主裁判罚，竟然被紅牌罰下。比賽上半场雙方均無建樹，比賽到了第52分鐘，維尼修斯在左路拿球，再次展現他不可阻擋的爆破手本色，1對1控球，充滿自信，晃開角度打入一記世界波。就在這個時候，維尼修斯和對手產生了嚴重的口角，說自己遭遇了種族歧視，而且還回到了替補席。比賽第87分鐘，穆里尼奧對裁判的判罰極為不滿，主裁判也不慣着，2張紅牌罰下。比賽第97分鐘，球迷將打火機投擲進了場內，主裁判將他拿到場外。補時第12分鐘，在維尼修斯準備主罰角球的時候，又被球迷投擲的物體擊中。這種比賽大家嗅到了戰爭的味道，看了首回合絕對不能錯過次回合。本菲卡今天是輸球輸人，看那架勢還以為賽後雙方球員會打起來。而本菲卡的球迷明明自己比賽落後，球迷們還扔垃圾拖自己的時間。有意思的是，在比賽中对方的球員詹盧卡·普雷斯蒂亞尼竟然在場上的时候，不知道是誰在他還在場上的时候就幫他關閉了 Instagram 的評論功能。而今天小熊維尼修斯是真的聰明，說難聽點，比賽最後維尼站在角旗區就是為了引戰，而本菲卡的球迷智商不夠高，還幫着拖時間，水瓶直接砸在了球員的身上。還有對方的老將阿根廷球員奧塔門迪已經38歲了，還拉起衣服秀自己的世界杯紋身。說實話挺好玩的，綜藝節目的效果又有了，維尼修斯也笑了。這種就屬於比賽細節的一部分，想是想的激怒維尼修斯，結果自己都被激怒了。所以又是打火機，又是水瓶，又是種族歧視，還有穆帥的紅牌，本場比賽戲劇性拉滿。20歲的本菲卡25號小將普雷斯蒂安尼這下也是出名了，他今天拉着球衣蒙着面在那兒罵人，這畫面正好被攝像機抓個正着。說真的沒有必要，有句話怎麼說來着，踢球首先得做好人，才能做好球員。阿根廷球員雖然痞子氣十足，但都應該跟梅西學學怎麼做個人。今天維尼修斯和本菲卡球員普雷斯蒂安尼發生的這場爭執，還不知道最後歐足聯會怎麼追罰。不過維尼修斯當時就跑向了當值主裁判勒泰西耶，表示普雷斯蒂安尼罵自己是猴子。在向主裁判報告以後，維尼修斯甚至有罢賽的行為，走向了替補席，並且坐下，拒絕繼續參加比賽，比賽也一度中斷。老 K 個人估計這件事不會就此消停，還得繼續觀察。而鳥叔穆里尼奧還是如此的富有激情。過去在皇馬低谷期，他在皇馬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讓當年的歐冠16郎皇馬再次擁有了頂級豪門的氣質和實力，也讓當時墜落的皇馬觸底反彈，為後面的10年輝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惜今晚這張紅牌之後，穆里尼奧也無緣重返伯納烏，下周他將不會出現在場邊。但客觀講，比賽雖然輸了，畢竟本菲卡的球員實力尤其是進攻這塊比較差。但穆里尼奧的球隊屬於你贏了他也得咬得滿嘴毛。而今天皇馬這邊的維尼修斯和姆巴佩，他倆一條心。維尼修斯也展現了自己在面對種族歧視方面的勇敢。不知道休息1個禮拜之後回到伯納烏，維尼修斯下個回合能不能帽子戲法？今天在場上真是帥呀，橫眉冷對千夫指。尤其今天這腳世界波一腳兜射，確實世界級的。而姆巴佩在面對3-4個人包夾之下，他今天也進不了球，尤其是剛剛傷癒，或者說身上的傷就從來沒有好玩過。今天表現有點低迷，期待下周回了主場繼續幹。姆巴佩今天傳球失誤、停球失誤、丟失球權都很多，從開場開始的第一腳觸球就在給對方送球權，而且絕佳的2次機會也打飛了。
但是一定要考慮到姆巴佩是帶伤作戰，在這種身體情況下，他起碼體現了自己的勇氣，在場上有5次嘗試過人，不過全都失敗。現在老 K 越來越擔心，到了世界杯，姆巴佩的傷到底能不能好？最近在他养傷期間，歐洲的金靴榜單上，凱恩已經反超。凱恩目前26個球，姆巴佩23個球，哈蘭德22個球，近期的進球也很少。而最近姆巴佩低迷的情況下，維尼修斯無疑是實現了一次質的飛躍。在上場聯賽對陣皇家社會的時候，他就展現了自己最好的一面，而且高水平發揮貫穿了整場比賽。今天維尼修斯又再次給我們展現了在歐冠淘汰賽擁有他是怎樣的戰略價值。至此，歐冠的維尼修斯已經打進了31個球，位列巴西球員歐冠歷史射手榜第2，比他更多的是內馬爾的43個球，第3名卡卡30個球。在今天最關鍵的時刻，姆巴佩怒噴對手，給維尼修斯出頭。當時事件發生以後，憤怒不已的姆巴佩立刻走到了普雷斯蒂安尼的面前，多次向他說道：“你這該死的種族主義混蛋！你這該死的種族主義混蛋！”這個畫面也沒有逃過轉播鏡頭的捕捉。而在維尼和對方的球員發生爭執以後，根據現場轉播的鏡頭當時葡萄牙光明球场主队球迷全都在高唱：“讓維尼修斯滾蛋！讓維尼修斯滾蛋！”可是針對這樣的壓力，維尼修斯打入的全場唯一進球這才是最好的應對。足球場上用进球說話，足球運動員用自己的腳說話。希望維尼修斯經過了今天這一仗，打進如此漂亮的一球，未來面對對方球迷的攻擊，心態也能放得更穩。今天賽後被罚下的本菲卡主教練穆里尼奧，他的訪談非常有意思。穆里尼奧说關於普雷斯蒂安尼，我是否後悔？後悔什麼？我已經和2個人都談過了。維尼修斯跟我說一套，普雷斯蒂安尼又說另一套。我不想偏向紅方，說我100%相信普雷斯蒂安尼，但我也不能完全站在白方，只相信維尼修斯說的。今天的比賽在進球之前非常精彩，本菲卡的開局非常好，而皇馬非常強大。從第30到第35分鐘，他們開始改變了比賽。維尼修斯打入了一粒只有他或者姆巴佩能夠打進的进球，然後他就應該被隊友扛到肩上慶祝，而不是衝着這座6萬人的球場發火。今天我被紅牌罰下，是因為我說了一句非常明顯的話。裁判手裡有一張紙，上面寫着楚阿梅尼、赫伊森和卡雷拉斯不能吃黃牌，而我在替補席上做過1400場比賽，裁判知道哪些人可以被出示黄牌，哪些人不可以。我們都知道這事兒是怎麼運作的。皇馬理應贏得這場比賽。至於下場比賽，我不會坐在替補席上，也不能進更衣室，也無法和球隊溝通，這對我來說很難。但我的助理們會都在場上的。而關於今天場上普雷斯蒂安尼到底對維尼修斯說了什麼，皇馬的中場球員楚阿梅尼採訪中透露了一些信息。他說這種事就不應該發生。我們聽說普雷斯蒂安尼用球衣捂着嘴巴，對維尼修斯說了猴子。後來他又聲稱自己沒有說這些，說的是娘炮之類的。娘炮的西班牙語是 marica， 但是對我們來說都一樣，我們應該以球隊的名義發聲。維尼修斯跟我們說應當繼續比賽，我不知道該怎麼說了，以後再談吧。總之不應該允許發生這種事。而賽後皇馬的卡馬文加說，今天這樣的事兒肯定對維尼修斯有傷害，這種難聽的話，正如我之前在混合區說的，我們必須支持他，對這種行為零容忍。今天不應該只暫停10分鐘，應該完全叫停比賽。停10分鐘影響不了任何人。如果是零容忍，就应该直接叫停比赛，这樣球迷才會冷靜下來。賽後，維尼修斯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長文，他說種族主義者歸根到底都是懦夫，他們把球衣塞進嘴裡，只是為了掩飾自己的軟弱，但在他們身邊總有人給予保護，而這些人本應該承擔懲罰的責任。今天發生的一切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並不陌生。我因為慶祝進球被出示黃牌，到現在我也不明白原因，而另一邊只是走了一個執行不當的程序，最終毫無意義。我不願意在這樣的情境中成為焦點，尤其是在一場重要的勝利之後，頭條本應該屬於皇家馬德里，但有些話我必須說出來。OK， 在反種族歧視這一塊，我們華人，特別是老 K 是認為抗爭到底絕不妥協，對種族歧視永遠應該零容忍。而皇馬的中場後腰楚阿梅尼今天當選全場最佳，在場上真是越來越像維埃拉了，依舊是防守鐵閘，而且今天的比賽踢着踢着，手裡竟然多了個打火機，笑死我們了。今天歐足聯的技術觀察小組給楚阿梅尼非常好的評語。楚阿梅尼是皇馬的關鍵球員，他對比賽形勢判斷準確，成功化解了本菲卡的大部分反擊。
這位司職特定位置的球員表現非常自信。本賽季的楚阿梅尼相當靠譜，他已經下定決心，也已經找到了自己在皇馬中未来的定位。今天有一个防守画面，他在第一次防守中阻击了对方的进攻，在身体踉踉蹌蹌倒地後，馬上又起身，用一個看着很艱難的動作，把身體橫了出去，封堵了對手的再次向前出球。這種畫面真的太提士氣了，太棒了。而巴爾韋德在防守中要重點照顧阿諾德那一側，進攻方面能提供的有限。中場方面的居萊爾在如此對抗強的比賽中還是比較薄弱的一面。好在後防線上呂迪格的回歸，讓皇馬防線開始提升硬度，他的回追速度和侵略性對皇馬的價值極高。對了，今天比賽中本菲卡那邊專門防守維尼修斯的右後衛德底奇年輕球員已經足夠好了，但唯一的一次慢了就被維尼修斯抓住機會進了一個。今天在比賽後，隊長巴爾韋德接受採訪，巴爾韋德說，當時在維尼修斯附近的隊友們都說聽到了對方的普雷斯蒂安尼罵了很難聽的話，辱罵是非常嚴重的事情，這事已經發生過很多次了。作為隊友，我們應該幫助和支持維尼修斯，但沒有一個攝像頭拍到事發過程，我對此表示懷疑。而今天比賽，維尼修斯和姆巴佩在防守端也給了我們很大幫助，還貢獻了精彩的配合。好的，皇馬方面今天還有非常重要的新聞，關於阿韋羅亞的未來。今天來自 TA 的報道，阿韋羅亞在1月份時簽的合同有效期到下賽季末，不過俱樂部方面對外保持沉默。而且雖然阿韋羅亞在俱樂部備受重視，但他本賽季結束後的未來還是將取決於比賽的成績。當他從預備隊主教練晉升為一線隊主帥的時候，皇馬並沒有確認這是臨時任命呢，還是永久的任命，也沒有透露合同是否會有變化。所以本賽季如果能獲得西甲冠軍，將為阿韋羅亞增加聲望，但歐冠始終才是衡量皇馬成功的最重要標準。另外，貝林厄姆的傷情恢復可能比最初預計的要更久。皇馬曾經表示，貝林厄姆受傷的腿筋問題預計休戰約1個月。但在周四，英格蘭的主帥圖赫爾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皇馬現在對他的恢復時間持更謹慎的態度。那麼貝林厄姆就可能要在3月底英格蘭對烏拉圭和日本的友誼賽中才會復出。據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貝林厄姆的傷勢預計恢復期會是6到8周，不太可能在3月初復出。今天的比賽還沒開始，皇家馬德里全隊乘坐的大巴在前往光明球場的路上就遭到了本菲卡球迷的攻擊，在途中被本菲卡球迷投擲雜物。當時為了避免意外情況，皇馬球隊大巴最終選擇繞道而行。好，另一場重磅比賽，大巴黎客場作戰3-2逆轉了同樣來自法甲的摩納哥，而對方在48分鐘格洛溫就被紅牌罰下。比賽剛開場1分鐘，摩納哥就閃擊得手，巴洛貢禁區內頭球破門。第18分鐘，大巴黎防線再次被打穿，又是巴洛貢禁區內低射破門，2-0領先。第22分鐘，大巴黎的 K77 搶斷造了個點球，維迪尼亞的點球卻被撲了出來。關鍵時刻，第27分鐘，鄧貝萊傷退，替換鄧貝萊上場的杜埃上場就進球。在第29分鐘，他禁區內左路抽射遠角破門。第41分鐘，又是杜埃大門被撲出來，阿什拉夫補射破門，2-2扳平。第48分鐘，格羅溫由於踩踏放倒了維迪尼亞，主裁在觀看了 VR 之後，將他直接紅牌罰下。多打一個人的大巴黎，下半場第67分鐘，還是杜埃禁區中路得球後低射破門，3-2反超。所以27分鐘，鄧貝萊的傷退真是一次偉大的傷退。比賽太戲劇性了，大巴黎打了30多分鐘才睡醒，而杜埃和阿什拉夫真是從地獄中歸來。而最關鍵還是金球先生鄧貝萊的身體到底怎麼辦？還有巴爾克拉確實很強，確實潛力很高，但我總感覺他踢球太隨意了，單刀球從來都是隨意的一腳。巴爾克拉如果能將態度擺正，不要踢球這麼吊兒郎當的，那他的實力還得提高一個檔次。當然了，這跟他的重心比較高也有關，下盤核心力量看着有些一般，射門的時候基本上也沒有收核心，看起來就像隨意的來一腳，而且射門也沒有怎麼觀察過門將的站位，所以巴爾克拉這家伙浪費了不知多少單刀。而反觀小將杜埃，前一場比賽態度被大家批評，但杜埃心裡是真有一把火苗啊。今天的他表現很穩很冷靜，不像前面幾場毛毛躁躁的獨狼風格。杜埃在大巴黎繼續沉澱下去，未來高度無限，甚至可能接近鄧貝萊、亞馬爾的水平。今天的大巴黎3個進球都跟他有關，這2-3的大逆轉完全是杜埃一手親為。替補上場打了63分鐘，嘗試過人7次，關鍵傳球5次，被犯規3次。
射正3次，進球2次，以上數據均是全場最高。賽後他的態度也非常的端正。杜埃表示我替補上場，主教練自有他的安排和選擇，我完全認可。主教練考慮的永遠是對球隊最有利的方案。今晚他排出了這套首發陣容，我完全尊重並且認可。無論是贏球還是輸球，足球始終是一項團隊運動。今天我能夠為球隊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到非常開心。賽後，主教練恩里克也表揚了他。恩里克說，之前所有人都在批評杜埃，但他非常出色，而且與眾不同。在今天我們0-2落後的情況下，無論是個人還是整體，都很容易失去信心。但我們挺過来了，球隊在精神層面的表現非常出色，比賽的過程真的非常艱难。而我们队裡有很多像杜埃這樣的年輕球員，天賦出众，野心十足。我真的為他感到高興，因為他配得上這樣的表現。他在比賽中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而大巴黎陣中的阿什拉夫今天也慢慢恢復了狀態。他的球技確實牛，無可爭議的世界第一右後衛。本場阿什拉夫關鍵傳球5次，全場最高，再加上門德斯一左一右，大巴黎的邊路真的無敵。不過門德斯今天上半場踢得非常夢遊，傳球失誤導致丟球，最近的狀態有些差，還得好好調整。調整好了，門德斯肯定是世界第一左後衛。好，另一場歐冠淘汰賽附加賽，10個人的尤文圖斯2-5輸給了土耳其豪門加拉塔薩雷。上半場第15分鐘，加拉塔薩雷先拔頭籌，在前場搶斷之後由薩拉推射破門。好在尤文圖斯1分鐘之後就迅速扳平，由庫普梅納斯的補射建功。第32分鐘，尤文圖斯再接再厲，麥肯尼助攻，庫普梅納斯爆射上角得分。下半場第50分鐘，對方的諾阿朗補射為加拉塔薩雷扳平比分2-2。10分鐘後，又是薩拉開出任意球，達文森·桑切斯頭球破門，尤文2-3落後。第68分鐘，雪上加霜，替補登場的卡瓦爾吃到第2張黃牌被罰下，尤文少打1人。第74分鐘，奧斯梅恩在禁區內完成搶斷，努阿朗破門，4-2領先。第88分鐘，博埃破門，尤文已經潰不成軍。君士坦丁堡過去在世界歷史上是亞歐大陸的第一雄關。而加拉塔薩雷的地獄主場，過去是米蘭雙雄的傷心地，今天又帶上了尤文，北方3強湊齊了，所以漢山易漢君士坦丁堡難呀。而尤文今天布雷默受傷是第一個原因，不該上卡瓦爾是第二個原因。卡瓦爾確實保級隊水平太毛糙了，替補都不合格。但是如果不換人，下半場的坎比亞索都不敢做動作了，留在場上也沒用，搞不好也得吃紅牌。這第一回合踢完呀，尤文大概率已經被淘汰了。看來要守護意甲的榮光，還得看國際米蘭。最近這麼多年，尤文每次打歐冠淘汰賽都頂不住。過去的老婦人尤文圖斯賴以成名的防守，現在已經菜成這樣，後防玩火，門將也是攝政王，感覺對方只要打在門框範圍內就有了。所以過去這段時間也反襯出布雷默對尤文圖斯的重要性。沒有他的後防，尤文吶，感覺防守就是意甲中下游水平。上周末，尤文圖斯10個人拼國際米蘭，已經把體力打完了。沒有辦法，賽程在這裡。加拉塔薩雷又本來就是強隊，就尤文的這個後防線，哪怕是晉級了，再往後走也是慘案，真沒那個實力。不過，加拉塔薩雷的主教練奧坎布魯克賽後倒是一點都不敢小覷。他說尤文很強，我們雖然贏了5-2，但次回合會很艱難。贏了球大勝，還能保持如此謙遜，今年的加拉塔薩雷不能小覷啊。另一場附加賽，意甲的亞特蘭大也輸了，客場0-2輸給多特蒙德。上半場剛剛開場2分鐘，吉拉西閃擊禁區頭球破門。第42分鐘，又是吉拉西的左路傳中，拜爾後點推射空門得手。有意思的是，對方亞特蘭大的主教練帕拉迪諾前不久他還說：“我認識科瓦奇，明天會很樂意擁抱他。我們曾經在尤文圖斯的一乙更衣室共處過。”可是輸了球，教練就沒有了風度，手都不願意和科學家握一下，輸球就變陌生人了。亞特蘭大全場都被多特蒙德壓着打，意甲的實力確實比較羸弱了。而最近多特蒙德最大的收穫是他們23歲的小將拜爾，過人穿插能力非同小可，像一把尖刀時刻在撕裂對面的防線。拜爾的存在證明了阿德耶米為什麼現在只能打替補。這位小將拜爾今天必須多提一嘴，過去他是德國年輕天才中的佼佼者。24年3月就首次入選了德國國家隊，同年8月加盟了多特蒙德。本賽季的德甲聯賽，拜爾已經貢獻了6顆進球，2次助攻。
自從他15歲就加入霍芬海姆青訓營以來，世界足球界一直在關注他。6年前，他在霍芬海姆完成了自己職業生涯首秀，隨後一直到2023年都被租借到德乙的漢諾威96隊積累比賽經驗。後來回歸霍芬海姆以後，他就成為了队內最佳射手。最近拜爾的專訪向我們揭示了這個年輕人為什麼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拜爾說，我們的主教練他更看重球員在球場上的拼勁兒，而這絕對是我身上的一大亮點。過去我自己不是那種喜歡出现在公众視野的人，但我對自己的要求極高，這種性格從小就是這樣的。如果你去問問我的隊友，那麼某場比賽如果我發揮不佳，我通常需要一整天的時間來調整，我會變得沉默寡言，需要獨處的空間。到了第二天，一切又會恢復正常。但當比賽剛剛結束的那段時間，我確實會有些自閉，我對自己非常嚴苛，所以我現在賽後也會盡量多和身邊人去交流，這其實對自己的心態也有好處。但卻是我自己是对自己最嚴苛的那個人，我想有許多人都是如此的，對自己的期待總是最高。而我的性格，每次比賽後，因為我的身體和腦子裡裝了太多東西，需要慢慢梳理，所以比賽結束1個小時後，我根本沒有辦法立刻入睡。前不久的比賽中，拜爾在進球後的動作呀，還在致敬著名的动漫《進擊的巨人》。而另一位多特蒙德的球星，今天阿德耶米是替補打了20分鐘，他本賽季的狀態一直不好，並且已經多次引發爭議。先是拒絕和主帥科瓦奇握手，被換下的時候又表達不滿，還有此前的射槍風波。最近呀，他又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視頻，內容來自他的妻子洛雷达娜和法蘭克福说唱歌手哈蘭德936合作的新歌。在視頻中，阿德耶米站在鐵絲網和帶刺的圍欄前，身穿寬鬆褲，帶着太陽鏡，一副酷勁十足的造型。但雖然他只是在 MV 畫面中充當配角，但這首歌的歌詞內容相當挑釁，散彈槍一出，局勢就變得糟糕。哈蘭德的身價像阿德耶米一樣。那麼聯想到阿德耶米此前曾經捲入過神秘盒子射槍醜聞，所以這樣涉及武器的歌詞出現在他的畫面中，無疑顯得格外敏感。這種舉動顯然不會得到所有人的認可，但儘管有這麼多的負面新聞，多特蒙德俱樂部高層仍然願意和他續約。阿德耶米的合同2027年就會到期，所以最近一份續約報價已經在2周前擺到了他的桌面上，但阿德耶米方面選擇暫緩回應，希望能夠等待今年夏天來自英超的高額報價。但是以他目前低迷的競技狀態來看，想去英超可能並不容易實現。過去8場比賽，阿德耶米精心打入1球，原本是主力的他，現在卻成了輪換球員。不過唯一的利好消息是，阿德耶米已經從腳踝的傷勢中恢復，預計未來的比賽中他的出場時間會越來越多。而本場比賽，多特蒙德29歲的高中鋒吉拉西一傳一射。根據統計，自上賽季以來，吉拉西在歐冠比賽中已經直接參與了24粒進球，其中自己打進17球，並且7次助攻隊友破門。在這一段時間，他直接參與的進球數位列所有歐冠參賽球員的第1位，並且自2020年完成歐冠首秀以來，吉拉西在26場歐冠比賽中62次射門便打進了18球，射門轉化率29%，也是歐冠同期最高數據。本賽季吉拉西在德甲的狀態沒有上賽季好，但進入2月份以後也是狀態回暖，過去4場比賽均取得了進球。這要說離不開吉拉西最近迷上了拔火罐。他這段時間也是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了自己拔火罐的照片，為了治療還專門從比利時請了專家前往多特蒙德。這種拔火罐來自中醫療法，通過在罐內制造負壓，使皮膚被吸附，從而促進局部的血液循環。簡單說，拔火罐被認為可以加速運動員肌肉緊張狀態下的恢復。可以看得出，這一次治療效果立竿見影。吉拉西在主場擊敗美因茨的比賽中梅開2度，這一場歐冠又一傳一射。這位身高1.87米的幾內亞前鋒是多特蒙德進球最有力的保證。好，讓我們關心一下沙特聯賽的努涅斯。過去利物浦的烏拉圭前鋒26歲的努涅斯，現在由於被本澤馬擠掉了位置，已經陷入無球可踢的困境。本來去沙特這樣的降維打擊是努涅斯一個重拾信心的起點。不過在效力利雅得新月队半年以後，他24場比賽僅僅打入9球。如今更是因為本澤馬來了，因為外援的名額限制，被排除在聯賽剩餘賽程之外。那麼第一個沙特賽季就這樣草草收場，這很可能影響努涅斯隨烏拉圭隊備戰世界杯的計劃。由於歐洲各大聯賽的轉會窗已經關閉，努涅斯想要離隊的選擇就十分有限。
只有美國職業大聯盟因為賽程在2月到12月，轉會窗截止到3月26日。不過，另外更有可能的情況是努涅斯繼續留隊到夏天，在世界杯結束以後再考慮重返歐洲。在今天的亞冠精英聯賽階段第8輪，利雅得新月2比1戰勝阿布扎比統一的比賽中，努涅斯包辦2球，包括第77分鐘的制勝進球。在進球以後，他看向了看台上的高層，努涅斯不僅向高层送上了自己的凝视，臉上還帶着一種似笑非笑、飽含深意的微笑，隨後又自言自語了一句，似乎是在抗議球隊将他排除出联赛名单的決定。這努涅斯坚毅的目光啊，道盡了千言萬語。好，昨天另一則新聞，中國16歲的前锋鄺兆雷以自由身加盟中超的青島海牛，雙方簽約3年。這位出生於09年的小將，過去是董路中國足球小將的核心球員。他目前效力於中國 U17 隊，此前也去過西班牙留洋，先後效力於 CF 奧斯皮塔萊特青年隊，還有萊里達競技。鄺兆雷這個小球員，老 K 也是從小看到大的。但是由於董路的足球小將項目過於功利，所以年僅16歲他卻一身老傷，所以球迷們的心情也很複雜，希望小将未來的職業生涯越走越順才好。好，轉會市場，切爾西租借到拜仁的雅克松幾乎確定不會被拜仁買斷，不過他在切爾西也可能沒有位置。雅克松身邊的人認為他不會再為切爾西出場，那麼今年夏天雅克松就必須要考慮自己的下家了。此前維拉隊和尤文曾經對他表示過興趣，但是要老 K 說呀，你在德甲拜仁慕尼黑這麼多厲害隊友的情況下，表現還能這麼差，回到英超估計想踢保級隊的首發前鋒都夠嗆。關於雅克松租借到拜仁的合同中規定，雅克松必須完成40場比賽的出场，而且每場比賽至少出戰45分鐘。但踢到現在，由於中間還參加過非洲杯，雅克松只出場了22次，其中只有7場比賽出場時間超過了45分鐘。OK， 另一邊，阿森納的薩卡已經完成續約，周薪超過了30萬英鎊，新的合同為期5年，合同期到2031年。薩卡正式成為阿森納俱樂部收入最高的球員。對於阿森納來說，這則消息也無疑是一劑強心針。他們正在4條戰線上奮戰，力爭自2020年以來首次贏得冠軍。好，另一邊，巴塞羅那的拉什福德，現在巴薩已經開始就拉什福德展開談判。球員本人希望留在西班牙，但曼聯的主教練卡里克希望他回曼聯。巴薩目前擁有3000萬歐元的買斷選項，但是想要降低這個金額，所以老 K 覺得各方就是拉扯。所謂卡里克想他回曼聯，也是為了抬價而已。好，利物浦的索波斯洛伊最近有許多關於他想轉會皇馬的傳聞，但今天他的經紀人已經淡化了這種傳聞，明確表示球員本人無意尋求轉會。經紀人說，利物浦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俱樂部之一，索博在隊中擁有穩固的位置，因此我們沒有再關注外面。OK， 馬德里競技的阿爾瓦雷斯，由於最近一直有關於他要離隊的傳聞，所以馬競已經向他開出了新的續約合同。此前世俱杯期間，馬競曾經拒絕了阿森納對他 1.2 億歐元的報價。26歲的阿爾瓦雷斯本賽季在馬競出場34次，12個進球，6個助攻，他現有合同已經簽到了2030年。好的，朋友們，感謝您的支持，點讚、評論和分享熱推。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明天再見。